在印度的土地上，有一条河永远奔流，它从雪山深处而来，穿过森林与城邦，漫过祭祀的圣坛与乞食的钵盂，映过婆罗门光洁的额头，沙门枯槁的身影，妇人华美的衣袍，也映过一个男人一生的求索与沉沦，觉醒与圆满。这条河没有名字，却又拥有世间所有的名字，它永远向前，却又永远停留在当下。千百年间，无数人从它的岸边走过，有人看见障碍，有人看见旅途，而有一个人在它的涛声里听见了整个宇宙的声音，最终活成了河流本身。这个男人名叫悉达多，他的一生是一首关于寻找与放下、自我与圆满的诗，是每一个灵魂在轮回中跋涉的缩影。他曾站在智慧的顶峰，也曾坠入欲望的深渊。他曾试图杀死自我，也曾在爱里彻底迷失。他曾走遍世间求道，最终却在一条河里找到了早已在自己心中的圆满。在恒河岸边的城邦里，悉达多是被所有人爱着的孩子。他是俊美的婆罗门之子，像一只年轻的鹰隼，在神圣的祭祀与智慧的教诲中长大。浅亮的臂膀在沐浴时被阳光晒成健康的麦色，黑眸里盛着芒果林的树影，也盛着对宇宙终极真理的热切渴求。他早已是智者们眼中的天纵之才。他和挚友乔文达一同修习辩论，修习禅定与冥想的艺术，早已学会无声的念诵俺，这词中之词，宇宙的本源之音。他能在一呼一吸间聚精会神地吐纳这个音节，让清明的心灵之光闪耀在前额。他也早已学会体认内在不朽的阿特曼，那与宇宙合一的至高自我。欢喜涌上他父亲的心头，这位德高望重的婆罗门相信，这个善悟又渴慕知识的儿子终将成长为婆罗门中的王，成为伟大的贤士与僧侣。母亲看见他以完美的礼仪躬身问安，幸福便在胸中跃动。城中的婆罗门女儿们看见他以王者之姿走过街巷，额头清朗，背影颀长，心中总会泛起爱情的涟漪。而最爱他的是与他一同长大的乔文达。乔文达爱他仁慈的嗓音，爱他优雅的步履，更爱他崇高激昂的思想、强大的意志与高贵的使命感。他甘愿做悉达多的影子，做他的侍卫与仆从，哪怕悉达多成了神，抵达了无量光明的世界，他也要寸步不离地追随。所有人都因悉达多而喜悦，可唯有悉达多自己无法让自己喜悦。他在无花果园的玫瑰小径上漫步，在救赎池中洁净身体，在祭祀的烟火中聆听离句吠陀的诗句，可灵魂深处的悸动与不安却一日胜过一日。他开始感到父亲的爱、母亲的爱、乔文达的爱都无法带给他永恒的安宁与满足。那些可敬的婆罗门与智者们将毕生的学识与思想都传授给了他，可他充满渴望的精神容器依旧未曾盛满。洗礼是善的，可那只是水，洗不掉灵魂深处的焦渴。向诸神献祭与祈祷是神圣的，可这就是一切吗？他一遍遍叩问自己。创世的果真是生主，而不是那唯一的孤独的阿特曼。诸神野兽陷于光阴，命运无常，终有一死。那么除了阿特曼，还有谁值得去尊崇、去献祭？可阿特曼在哪里？他永恒的心房在何处跳动？难道不是在内在的我中，在每个人坚不可摧的内心深处吗？
难道阿特曼没在他心中成为他的心之源泉吗？人必须找到他，内在我之源泉必须拥有自己的阿特曼，其他一切都只是寻觅、走弯路和误入歧途。这个念头像种子一样在他心里生根发芽。他终于明白，自己的痛苦源于一种神圣的焦渴。他对圆满有着极致的追求，可那些世代相传的神圣知识，终究只是头脑里的累积，是写在典籍里的文字，而非他生命本身的体验。哪怕他能将奥义书倒背如流，哪怕他能在辩论中驳倒所有智者，他依旧没有真正活在阿特曼之中，依旧没有触碰到那个终极的独属于自己的真理。他时常默诵歌者奥义书中的句子，也时常在冥想中反复念诵那句誓言：俺为弓，灵为箭，饭乃箭之靶，当不懈地射中它。可他始终觉得那终极的梵天近在咫尺，却又永远无法真正触及。他终极的焦渴从未平复，即便是那些教诲过他的圣贤与智者，也没有一人完全消除过这永恒的焦渴。直到那一天，3位枯槁的沙门经过了他的诚意。他们不老也不年轻，憔悴消瘦，几乎全裸的身躯被阳光晒得焦黑，尘埃与血迹布满肩头。他们是人类王国的异乡人，是骨瘦如柴的胡狼，孤独、绝尘，与整个世界为敌。一种由无声的激情、不惜一切的献身、无情的肉体灭绝构成的灼热气息环绕在他们周身。就在那一刻，悉达多心中对无我的渴望被彻底点燃了。他想，或许只有彻底抛弃这个我，彻底扼杀感官与欲望，才能抵达阿特曼的深处。当晚冥想结束之后，悉达多对乔文达说：明日一早，我的朋友悉达多将加入沙门的行列，他将成为一名沙门。乔文达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他从朋友不动声色的容颜里读出了如开弓之箭般决绝的意志。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追随，就像他早已决定的那样，要做悉达多永远的影子。深夜，悉达多走进父亲的屋舍，站在这位婆罗门的身后，直到父亲察觉。他躬身请求，希望父亲允许他离开家，去做一名苦行的沙门。婆罗门沉默了很久，从星子攀上窗际到月亮悬在中天，屋内始终寂静无声。最终他带着不快告诉悉达多，不想再从他口中听到这个请求，然后愤然起身躺回了自己的床铺。可悉达多没有动，他交叉着双臂，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，就那样站了一夜。父亲1小时又1小时地起身，透过窗子看见那个依旧伫立的身影，看见他裸露的脚踝被月华照亮，看见他浅色的衣衫在夜色里发着微光。心中的恼怒、不安、恐惧与痛苦一遍遍翻涌。破晓前的最后一个时辰，他终于走到儿子面前，看见少年高大而陌生的身影，听见他平静地说，自己会一直站着等待，哪怕死去。你宁愿死去，也不愿服从你的父亲吗？悉达多一向服从他的父亲，那你会放弃你的打算吗？悉达多会做他父亲要求的事情。第一缕晨光透过窗棂照进来，婆罗门看见悉达多的双膝在微微站立，可他的脸没有丝毫动摇，目光依旧专注地望向远方。父亲终于明白，悉达多已经不在他身边了，他已经离开了家乡，离开了他。他伸手抚摸着儿子的肩膀，告诉他，
他可以走入林中，成为沙门。如果他在林中寻得了至高无上的幸福，就回来交给他；如果只收获了幻灭，也回来。他们在一道祭奉诸神。破晓时分，悉达多拖着僵硬的双腿离开了尚在沉睡的城邑。巷口的阴影里，乔文达蹲伏着，一跃而出，跟上了他的脚步。他也要成为一名沙门，追随他此生唯一的挚友与信仰。2个年轻的婆罗门之子就这样迎着朝阳走向了未知的苦行之路。当晚，他们追上了那3位枯瘦的沙门，向他们请求同行，并承诺绝对顺从。他们被接纳了，从此悉达多与乔文达成了流浪的苦行者。悉达多将自己的长袍送给了街上一位贫穷的婆罗门，身上只系了一条遮羞布，披了一件未缝的土色斗篷。他每日只进食1次，且必须是生食。他斋戒了15日，又斋戒了28日。他的身躯与面颊日渐消瘦，因消瘦而变大的双眼里闪烁着热烈的幻梦。枯瘦的手指长出长指甲，下巴生出干枯蓬乱的胡须。他用尽一切方式去践行沙门的克己之道。他缄默地站在如火的骄阳下，任由疼痛与焦渴灼烧身体，直到再也感觉不到疼痛与焦渴。雨季里，他缄默地立于雨中，任由冰冷的雨水从发梢滴落到冻僵的肩头、髋部与双腿，直到身体彻底麻痹，再也感觉不到寒冷。他缄默地蹲在刺藤之中，任由尖刺划破皮肤，渗出血与脓，却始终不为所动，直到再也感觉不到那如针戳、如火灼的痛楚。他笔直地坐着，休息敛息，休息在微弱的呼吸中安住，休息屏气，直到心跳减缓，乃至近乎停止。他学会了将灵魂嵌入苍鹭的身躯，化作飞鸟飞越森林与山峦，忍苍鹭之饥，啼苍鹭之哀鸣，死苍鹭之死。他学会了将灵魂钻进沙滩上死去的胡狼尸身，看着它膨胀、发臭、腐烂，被猎狗撕碎，被雾鹰啄食，最终化为骨架，散作尘埃，在旷野里随风而逝。他在这样的休息里品尝了轮回阴暗的醉意，千百次的摆脱我，整时整日的停住在无我的空无之中。可无论他多少次弃绝我，多少次遁入空无，最终他总会重新出定，重新回到我之中。就像猎人射出的箭，无论飞得多远，终究会落回地面。他在阳光里月华下重归于我，重新成为悉达多，重新忍受轮回赋予的折磨。他终于发现，这所有的苦修不过是逃避我，是暂时从我的折磨中逃出来，是对生命的虚无和痛苦的暂时麻醉。就像驱牛者在客栈里喝上几杯米酒，就能暂时忘掉生活的痛苦，在昏沉里获得短暂的麻木。他在沙门的苦修里所获得的也不过是同样的东西。哪怕他千百次的逃离我，最终还是要回到他面前，依旧要面对那个未曾被驯服、依旧充满焦渴的灵魂。在一次乞食的途中，他对乔文达说：至今我在沙门处学到的东西，乔文达，我本可以更快更便捷地学到。在花街柳巷的酒馆里，我的朋友在脚夫和赌徒处，我都能学到。乔文达愣住了，他无法理解那些凡俗的、沉溺于欲望的人，怎么可能教给沙门苦行的真谛。他反驳道：酗酒者获得的只是短暂的麻醉，醒来后只会发现一切依旧，
不会获得任何智慧，更不会进入更高的境界。悉达多轻声笑了，仿佛在自言自语：我从不是酒鬼，但是我悉达多在休息和禅定中只收获短暂的麻醉，我仍似一个在子宫内的婴孩，距离开悟解脱十分遥远。这我知道，乔文达，这我知道。他开始怀疑这条沙门之路根本无法抵达真正的涅槃。他问乔文达，他们那位60岁的沙门长老修习了一生，可曾证悟涅槃？如果他60岁未曾做到，70岁、80岁依旧不会做到。我想，可能所有沙门都无法证悟涅槃。我们只寻得安慰、麻醉，我们只学了些迷惑自己的把戏，我们根本没有找到那条道中之道。乔文达被他的话吓坏了，他无法接受自己与悉达多付出了这么多年的艰辛，换来的却只是迷惑。可悉达多心中的怀疑却从未如此坚定。他终于明白，苦行从来不是对自我的超越，而是对自我的逃避。真正的求道从来不是消灭感官，逃离世界，而是要直面那个最真实的我，要在生命本身里去触碰真理。你永远无法通过逃离一个东西来真正战胜它。就在这时，一则传闻像野火一样烧遍了印度的土地，也烧进了悉达多与乔文达的耳朵里。传闻说，一个名叫乔达摩的人现世了，他是世尊佛陀，是释迦族的觉悟者。他已经战胜了尘世的疾苦，止息了转生之轮，证悟了涅槃。他云游四海，没有财产，没有家世，身披僧衣，是一位得道的苦行者，也是一位明贤智慧的导师。他的弟子遍布天下，婆罗门与君后都顶礼膜拜他，皈依在他的座下。有人说他行过神迹，降过妖孽，能与诸神交谈，也有人诋毁他，说他不过是个自命不凡的骗术士，奢靡度日，蔑视献祭，不学无术。可无论赞誉还是诽谤，都无法阻止这个名字传遍了每一座城邑，每一片森林。乔文达的心脏被这则传闻彻底点燃了。他对悉达多说，他们必须亲自去见一见这位世尊，去亲耳聆听他的法义。悉达多笑了，他早已对法义与修习感到怀疑与厌倦，可他还是答应了乔文达，因为他知道这则传闻终究是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门，让他们终于可以告别这条已经走到尽头的沙门之路。他们向沙门长老辞行，告知自己将要离开。长老勃然大怒，高声叫骂，无法接受2个追随他多年的弟子要去投奔那个他根本不屑一顾的佛陀。悉达多凑到乔文达耳边轻声说，现在我要向沙门长老展示我在他那里学到的绝技。他走到长老面前，屏气凝神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长老的双眼，用自己的意志让他无法发声，丧失意志，彻底屈服。老沙门真的沉默了，呆若木鸡，双臂下垂，在悉达多的目光里无能为力。最终他只能频频鞠躬，结结巴巴地祝福他们旅途平安。就这样，悉达多与乔文达离开了他们生活了近3年的沙门团体，踏上了前往舍卫城的路，去寻找那位传说中的觉悟者。舍卫城的每个孩子都知晓世尊佛陀的大名，家家户户都预备着布施，等待着佛陀与他的弟子们前来乞食。佛陀最常栖身的是城外的支树给孤独园，那是富庶的商人给孤独敬献给他的圣地。
悉达多与乔文达抵达这里时，园内挤满了前来朝圣的人，身着僧衣的僧侣穿梭在绿树成荫的院落里，或坐于树下禅定，或聚在一起谈经论道。日出时分，他们看见佛陀走出了园子，身着质朴的僧衣，手托钵盂，沉默地前行，去往城中乞食。仿似有神灵指点，悉达多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他。他看见那位僧人和其他弟子穿着一样的僧衣，迈着一样的步履，可他宁静的面庞无悲无喜，又仿佛从内心绽放轻柔的微笑。他安详肃静的前行，带着隐约的微笑，宛如一个健康的孩童。他严格依照规范行走，可他的面庞，他的步态，他安然低垂的眼帘，凝和垂下的手臂，乃至他手上的每根指头都流露着和平，彰显着完善。他无欲无求，无所模仿，在恒久不变的平静中，在永不凋零的光芒中，在不容进犯的和平里，他柔和地呼吸着。看，悉达多轻声对乔文达说，此人就是佛陀。乔文达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终于也认出了这位世尊。他们一路跟随，打量着他，直到佛陀起时归来，走入了芒果树的阴影里。当晚，佛陀在支园之中为所有朝圣者宣法，他柔和而坚定的声音论说苦谛，论说苦的缘起，论说苦的灭尽之道。他讲四圣谛，讲八正道，声音明亮而安静地盘旋在听者上空，如光影，如星辰。他平静的论述安详清晰，告诉所有世人，苦是人生实相，可离苦之道早已被发觉，跟随他的法义，便可脱离苦海，断灭一切苦难。讲经结束时，已是深夜。无数朝圣者走上前去，请求皈依佛陀，加入他的僧团。腼腆的乔文达也颤抖着走上前去，说自己愿意皈依世尊与他的法义，请求加入僧众。佛陀接纳了他。乔文达欣喜地走到悉达多面前，急切地问他为何不一同皈依，为何还要犹豫，还要等待。悉达多如梦方醒，他久久凝视着乔文达的脸，轻声说，乔文达，我的朋友，你已迈出步子，你选择了这条路。乔文达，你一直是我的朋友，一直紧随我。我时常问，会有那么一天，乔文达听凭自己的心声，独自迈步前行吗？你看，你现在成了男子汉，选择了自己的路。愿你始终跟随他，我的朋友。愿你寻得解脱。乔文达无法理解，他一遍遍追问，为何悉达多不愿皈依佛陀？难道在他完美的法义里，还能发现什么瑕疵吗？悉达多没有回答。他对法义全无好奇，他不相信法义能带给他新的真知，因为他知道，无论多么完美的法义，都无法替他活过，无法替他证悟。第二天，乔文达穿上了僧衣，加入了佛陀的僧团。他与悉达多告别，泪水浸湿了眼眶，而悉达多则独自步入了林中，他要去亲自面见那位世尊，与他做最后的告别。在路上，他遇见了正独自漫步的乔达摩，他恭敬地躬身问安，世尊以慈爱安详的目光看着他，默默首肯，允许他与自己交谈。悉达多对佛陀说，他钦佩世尊的法义，他清晰无瑕，证据确凿，将世界以一条充满因果的永恒之链，完美地展现在世人面前。可在这完美的法义里，却有一个小小的断裂之处，它无法传授，
世尊在菩提树下正觉成道之际所发生的事，那独属于世尊的超越轮回的秘密，永远无法被写进法义里，永远无法通过言语传授给任何人。没人能通过法义得到解脱。悉达多坦然地说，我未曾有刹那怀疑过您，未曾有刹那怀疑过您是佛陀，你已功德圆满，你已通过探索求道，通过深观禅修，通过认知彻悟，而非通过法义修成正果。这就是我的想法，世尊。我要摆脱所有圣贤及法义，独自去实现我的目标，或者去幻灭。乔达摩安静地听着他慈爱而清晰的声音，没有丝毫恼怒。他告诉悉达多，他的法义并非为求知好学之人阐释世界，他的宗旨乃是济拔苦难。他提醒这个聪慧的婆罗门之子，要警惕多谋善断及口舌之辩，无论辩词美或丑，聪慧或愚蠢，总有人赞许，有人鄙夷。最后他看着悉达多轻声道，愿你的思索无误，愿你实现目标，但请告诉我，你可见到我的僧团？你是否认为放弃法义，回到极尽声色的世俗生活，对他们更有益处？我无权论断他人的生活，唯独对自己的生活必须做出判断。我必须选择，必须放弃。悉达多答道，假如我皈依于您，我担忧我只是表面的虚假的获得安宁，得到解脱，而事实上我却仍在生存壮大。佛陀似笑非笑，明澈的目光里安如磐石。他最后对悉达多说，你很聪明，沙门，你能言善道，我的朋友，要提防不要太过聪明。说完，佛陀缓步离去，他的目光，他那神秘的如同孩童又饱含秘密的微笑，永远镌刻在了悉达多的记忆里。悉达多站在原地，心中翻涌着前所未有的情绪。他想，他劫掠了我，但他馈赠的更多。他夺走了我的朋友，那曾经信奉我，如今信奉他的朋友。那曾经是我的影子，如今是乔达摩的影子的朋友。而他所馈赠的，则是悉达多，是我的自我。他终于彻底明白，法义永远是地图，而不是旅途本身。佛陀走过的路，是他自己的路，永远无法被复制，无法被照搬。哪怕你将他的法义背得滚瓜烂熟，你也永远无法成为他。真正的智慧，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，去与世界碰撞，去亲自体验，去独自证悟。除此之外，别无他途。悉达多离开了支援，也离开了乔达摩与乔文达。他执着独行，沉吟于充斥内心的情感中，也突然意识到，他将自己过去的整个人生都抛在了身后的支援里。他不再是婆罗门之子，不再是沙门，不再是求道的学徒。他的最后一位恩师是神圣的世尊佛陀，可连佛陀的法义也无法挽留他，折服他。他站在人生的岔路口，第一次彻底孑然一身，没有师父，没有同伴，没有典籍，没有教义，只有他自己。他开始问自己，你原先打算从法义里，从师父处学到什么？你学了很多，却无法真正学到的又是什么？最终，答案从他心底浮了上来。答案是我要学的即是我的意义及本质，我要摆脱要制胜的东西，我
却是我无法制胜，只能期望、逃遁，只能隐藏的东西。当真，世上再没什么别的像我的我这样让我费解。是我这个谜让我活着，让我有别于他人，让我成为悉达多。在世上，我最一无所知的莫过于我，莫过于悉达多。他一直以来都在向外寻找，寻找阿特曼，寻找梵天，寻找终极的真理。他试图肢解自己的我，试图逃离它，消灭它，可到头来却对这个最核心的我一无所知。他就像一个想要研读世界之书的人，却预先爱上了一个臆想的意义，忽视了书中真实的语词。他就像一个执着于寻找远方宝藏的人，却对脚下的土地视而不见。就在这一刻，一道闪电划破了他心中的迷雾。他抬起头，环视着周围的世界，一抹微笑不禁在他脸上荡溢开来。他看见湛蓝的天，灿黄的地，碧绿的森林，奔涌的河流，这一切都美得如此真切，如此绚烂，如此奇异而神秘。过去，在他眼中，这一切都不过是摩罗的法术，是玛雅的面纱，是必须被蔑视的虚妄的现象世界。他总以为意义与本质都隐藏在事物的背后，在那看不见的彼岸。可现在他终于明白，蓝就是蓝，河水就是河水。在悉达多看来，如果在湛蓝中，在河流中潜居着独一的神性，那这恰是神性的形式和意义。它就在这儿的灿黄、湛蓝中，在那儿的天空、森林中，在悉达多中。意义和本质绝非隐藏在事物背后，它们就在事物当中，在一切事物当中。这是他生命里第一次真正的觉醒。他终于不再执着于彼岸，不再将眼前的世界视作虚妄。他像与世界初逢一般，看见每一朵花的绽放，每一阵风的吹拂，每一条河的奔涌。世界不再是他需要逃离的牢笼，而是他真正的故乡。我已苏生，我切实已苏生，今天即是我的生日，他在心里对自己说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停下了脚步，仿佛一条长蛇横卧于前路。他突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彻底变了。他不再是婆罗门，不再是沙门，他无家可归。他无法再回到父亲身边，无法再回到过去的生活里。那些生活都已成为过去，再也不属于他的前路。他站在原地，彻骨的冰冷瞬间袭击了他的心脏。他感到自己像天际的孤星，孤单地伫立在这个世界上。多年来，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意识到自己无家可归。贵族有贵族的归属，手艺人有手艺人的归宿，就连沙门也有自己的同道。乔文达皈依了佛陀，有了千千万万的弟兄。可他，悉达多，他属于哪里？他要和谁分享生活？他要说谁的话？这觉醒让他看见了世界的美，也让他坠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独。可他也知道，这孤独是他必须走的路。他再也不回家，再也不回父亲那里，再不回去。他要继续往前走，走向那个未知的属于他自己的世界。而这第一次的觉醒终究还只是旁观者的审美。他看见了世界的美，却还未曾真正走进它。真正的觉醒从来不是站在岸边看河水奔流，而是要纵身跃入其中，被它裹挟，被它冲刷，被它淹没，最终在浪潮里学会与它一同流淌。
他即将要走进的是一场漫长的沉沦，也是一场必经的修行。悉达多在路上走着，步步都收获着新知。世界已然变化，他的心为之陶醉。他看见太阳从密林覆盖的山峦间升起，又从远处的棕榈滩落下，看见星罗棋布的幽蓝夜空中畅游着一湾小船般的新月，看见森林、群星、动物、云朵、彩虹、岩石、野草、花团、小溪与河流。当人能毫无希求，质朴而天真无邪地看待世界，世界何其俊美，又何其妩媚。过去他总在苦修中扼杀自己的感官，而现在他的感官渐渐苏醒了。他品尝着阳光的温度，溪水的清甜，风拂过麦田的窸窣声，鸟语蜜蜂的歌唱。他不再用怀疑的目光审视一切，而是敞开自己，全然接纳眼前的所有。夜里，他在河边摆渡人的茅屋里过夜，做了一个奇异的梦。他梦见身着黄色僧衣的乔文达站在他身边，忧伤地问他：你为何离开我？他拥抱了乔文达，将他贴在胸口亲吻，可乔文达却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女人。他在她的怀里感受着那香甜浓郁的乳汁，那是男人与女人的味道，阳光与森林的味道，动物与花朵的味道，是每种果实、每种欲望的味道。它让人销魂，让人陶醉昏厥。当他醒来时，苍白的河水在茅屋的门扉处闪烁着微光，森林里响起鸮鹰凄厉而嘹亮的啼叫。天色渐白，他走到河边，请求茅屋里的船夫渡他过河。船夫撑起竹筏，载着他在宽阔的河面上逆流而行。红日从河面上升起，将河水染成了金色。这是一条美丽的河，悉达多说。是的，船夫笑着答道，一条十分美丽的河，我爱它胜过一切。我时常聆听它，时常注视它的眼睛，我总能跟它学到许多。一条河可以教会人许多东西。船夫名叫瓦苏迪瓦，他的脸上带着平和而善意的笑容。他不收悉达多的船钱，只笑着说一切都会重来，他下次再送自己礼物就好。悉达多看着他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亲切。他不知道，这条河与这个船夫将成为他后半生里最重要的导师与归宿。我感谢你，善良的人。悉达多登上河岸，与瓦苏迪瓦道别，继续向前走去。正午时分，他经过一个村舍，遇见一位跪在溪边洗衣的年轻妇人。妇人抬起头，对他嫣然一笑，眉眼盈盈处泛着秋波。他娇羞地与他说话，挑逗他，用脚尖做出亲昵的动作，邀请他共赴云雨。悉达多感到热血沸腾，沉睡多年的性欲在这一刻猛然涌动。他准备伸手去握住妇人，可就在这一刻，他听见内心颤抖的声音轻轻说了一个字：不。瞬间，妇人脸上的妩媚消失了，他看见的不过是一只目光迷离的发情母兽。他亲切地抚摸了她的脸颊，转身离开了这位失望的妇人，健步踏入了竹林。他知道自己还没有准备好，他还没有真正明白该如何与这个世俗的世界相处。黄昏时分，他临近了大城。在城郊一座美丽的林院外，他遇见了一对仆从，簇拥着一顶装饰华美的轿子，轿中坐着一个女人，她是这座林院的女主人。
悉达多站定在林院入口，注目着这一行人。他看见轿中的女人，高高挽起的乌发云髻下是一张亮丽、娇柔又聪慧的脸。她美艳的红唇好似新鲜开裂的无花果，精心修饰的眉毛描成高挑的弧形，一双乌黑的明眸聪明而机智。艳绿和金黄搭配的上衣中露出光洁修长的景象，娴雅的手指纤纤柔仪，手腕上戴着宽金镯。悉达多见她如此美丽，心中欢喜。轿子临近时，他深鞠一躬，接收到了这位美人颔首回敬的微笑。他向仆从打听，才知道这个女人是城中最有名的名妓迦摩罗。那一刻，悉达多心中升起了一个清晰的目标，他要向这个女人学习世俗的情爱艺术，他要走进这个世俗的世界，去体验他从未体验过的一切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先去理发店刮掉了凌乱的胡须，修剪了长发，敷上了上好的头油，又去河里洁净了身体。当他再次站在迦摩罗的林院门口时，已经不再是那个枯槁的沙门，而是一个俊朗整洁的青年婆罗门。他被领进了林院，见到了斜倚在卧榻上的迦摩罗。他看着他，笑着问，昨天那个衣衫褴褛的沙门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悉达多坦然地说，我来是为告诉你，你是让悉达多并未低垂眼帘而与之交谈的第一个女人。今后如若我遇见漂亮女人，也不会再垂下眼帘。我来也是为感谢你的美貌，迦摩罗。如若不冒犯你，我想请求你做我的朋友和老师，因为对你所熟稔的艺术，我一无所知。迦摩罗放声大笑，他从未见过这样的沙门。他告诉悉达多，想要成为他的朋友，他必须有华美的衣服、名贵的鞋子，腰缠万贯，还要为他备上礼物。沙门的身份无法让他满意。悉达多没有丝毫窘迫，他大声道，我完全记住了。从如此美艳的嘴唇里说出的话，我怎能不记住？你的嘴唇仿似新鲜开裂的无花果，迦摩罗，而我的嘴唇也同样又红又嫩，它们是多么般配。但是甜美的迦摩罗，你可愿再给我一些指示？我该去哪里才能尽快寻得这3样东西？你必须去做你会做的事情，以赚得钱财、鞋子和衣裳，否则一个穷人是不会有钱的。你会什么？悉达多平静地说出了那句贯穿了他一生的话，我会思考，我会等待，我会斋戒。这3样东西是他在沙门岁月里唯一真正学到的，刻进了灵魂里的记忆。它们是他的宝藏，他的力量，他不变的支撑。他告诉迦摩罗，他能靠这3样东西做到任何他想做的事，包括赚得财富，赢得他的青睐。迦摩罗对这个奇特的青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他让他为自己作诗，若是诗能讨他欢心，便赐他一个吻。悉达多深思片刻，缓缓吟诵道，多阴的林院里摇曳着婀娜的迦摩罗，林院的门扉处伫立着麦褐色的沙门。当他惊见莲花盛放，不禁俯身扪心示敬，又怎奈？迦摩罗含笑回眸，啊！青年暗自思量，献祭诸神故情深意重，却拿比现身美丽的迦摩罗情意绵绵。迦摩罗听罢，热烈地鼓起掌来，
金镯在手腕上叮叮作响。他俯身靠近他，将嘴唇印在了他那如同新鲜无花果般的朱唇上。长久的，他亲吻着她，用聪慧与温柔引导着她，让她明白，情爱之中不付出情欲，便难收获情欲。爱侣之间，唯有彼此全然交付，才能抵达真正的欢愉。在他的引导下，悉达多在情爱之路上蹒跚学步，也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了世俗欲望的炽热与美好。亲吻过后，迦摩罗告诉他，城中最富庶的商人迦摩施瓦弥是他的朋友，他会向他引荐悉达多，若是悉达多能讨他欢心，便能在他手下做事，获得他想要的财富。悉达多笑着感谢他，他知道自己的世俗之路从这一刻正式开启了，而他所拥有的思考、等待与斋戒这三样技艺，将成为他在这世俗洪流里最坚实的锚。悉达多来到了迦摩施瓦弥富丽的宅邸，这位商人敏捷矫健，华发萧萧，一双眼睛精明谨慎，嘴唇上流露出商人特有的贪欲。他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婆罗门，问他，既然一无所有，又能为自己做什么？悉达多依旧平静地回答，我会思考，我会等待，我会斋戒。他告诉迦摩施瓦弥，人人都付出他拥有的东西，武士付出力气，商人付出货物，教师付出学问，而他付出思考的能力、等待的耐心与斋戒的力量。正是这些能力让他能完成任何托付给他的事。迦摩施瓦弥让他读一份买卖契约，悉达多流畅地朗读了出来。他又让悉达多在纸上写些什么，悉达多提笔写下。书写虽好，思考更佳；聪明虽好，忍耐更佳。迦摩施瓦弥对这个青年刮目相看，他邀请悉达多留在自己的宅邸，分担自己的生意。就这样，悉达多成了一名商人。他开始学习做生意，学习记账，学习谈生意，学习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。可他始终带着一种疏离感，视这一切如游戏。他努力学习生意的规则，却从未将内容放在心上。他从不为生意的成败而焦虑，从不为亏损而烦忧，也从不为催债而急躁。哪怕一笔生意失败，他也只是笑着说，哎，你看，多么糟糕的交易。迦摩施瓦弥曾责备他，做生意必须全情投入，必须在乎钱财，必须为损失而痛心。可惜达多只是告诉他，责备向来于事无补，蒙受的损失他会承担。可他从这次旅行里认识了许多人，结交了朋友，收获了快乐，这远比一笔生意的成败要重要得多。他告诉迦摩施瓦弥，他从对方那里只学到了一篓鱼的售价、借贷的利息，这些都是生意的学问。可迦摩施瓦弥却从未从他这里学会如何思考。在世俗的生活里，悉达多始终像一个旁观者。他看见那些商人、兵士、富人为了钱财，为了微不足道的欲望，为了可怜的尊严而操劳、受苦、衰老。他看见他们彼此责骂、羞辱，为那些在他看来毫无价值的痛苦痛哭，为那些他不屑一顾的贫乏苦恼。他既同情他们，又带着一丝婆罗门与沙门的傲慢，蔑视着这一切。他接纳人们带来的一切，也从不强迫自己融入其中。他做生意不过是为了赚得足够的钱财去见迦摩罗。
他真正的生活始终在与迦摩罗的相处里。他时常在约定的时辰去拜访美丽的迦摩罗。他身穿华美的衣裳，足蹬精致的鞋子，为他带来珍贵的礼物。迦摩罗是他在这个世俗世界里唯一的知己。他娇艳聪慧的嘴唇，温柔细腻的双手，教会了他许多关于情爱的学问。他让他明白，情爱不是占有，而是一场彼此平等的交融，是付出与收获的合一。在他的身上，悉达多度过了无数绝妙的时光，他成为了他的学生、情人与朋友。有一次，他对迦摩罗说：你就像我，你跟大多数人不同，你是迦摩罗，不是别人。你随时可抵达内心安静庇护的一隅，如同回家。我亦如此。只有少数人才有这样的内心，尽管人人都可习得。迦摩罗笑着说：不是所有人都聪明。不，悉达多道，聪明并非关键。迦摩施瓦弥聪明如我，可他心中没有这安静庇护的一隅。其他人内心虽有，可才智却如孩童。大多数人，迦摩罗仿佛一片落叶，在空中翻滚飘摇，最后踉跄着归于尘土。有的人，极少数，如同天际之星，沿着固定的轨迹运行，没有风能动摇它，他内心自有律法和轨道。可迦摩罗却看着他，轻声说：你依然是个沙门，你依然谁都不爱，也不爱我，难道不是吗？悉达多疲惫地说：或许是，我就像你，你也谁都不爱，否则你怎会将爱当作艺术经营？像你我这类人大概都不会爱，如孩童般的世人才会爱，这是他们的秘密。他说出这句话时，并未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那个曾经觉醒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微弱了。他依旧认为自己是个沙门，依旧带着傲慢，与这个世界保持着距离。可他不知道，世俗的洪流早已在不知不觉间漫过了他的脚踝，即将将他彻底吞噬。他开始习惯了锦衣玉食，习惯了仆从的侍奉，习惯了每日2餐丰足的饮食，习惯了在丰富的水中沐浴。他学会了品尝佳肴，吃鱼肉与飞禽，学会了享用香料与甜品，学会了忘乎形骸的纵饮，学会了掷骰子、下棋、观赏舞女表演，学会了乘轿子，睡在绵软的床上。他依旧认为自己与众不同，可他的灵魂却渐渐被世俗的惰性所侵袭，就像陶匠的旋盘，一经起磨便长久旋转，随后却渐渐倦乏，最终停摆。他灵魂的苦修之轮、思想之轮、分辨之轮渐渐松动，接近静止。他开始在不知不觉间沾染了世人的幼稚与胆怯，羡慕起世人那种孩童般的快乐，羡慕他们能为了一点小事而满怀热忱，羡慕他们能毫无保留地去爱一个人。他依旧在做生意，可赚钱于他早已不再是游戏，而是变成了枷锁与负荷。他依旧在赌博，可最初的戏谑早已变成了无法自拔的沉溺。他只有在掷骰子时，在高额下注带来的令人窒息的恐惧里，才能在这浑噩、醉生梦死的寡淡生活中感受到一丝类似幸福、波澜和生气的东西。他用这种方式报复着自己对财富的蔑视，也用这种方式麻痹着自己内心深处
那越来越强烈的空虚与厌倦。真实的生活早已擦身而过，无法触及。他就像一个玩球的人，与生意，与周围的人玩耍着，冷眼旁观，寻得开心。可他的心，他存在的源泉却早已不在此处。那眼泉十分遥远，渐渐消失在视线之外，与他的生活彻底失去了关联。他正在一步步坠入轮回的深渊，岁月如流，悄无声息地划过。悉达多在饱食丰衣的日子里，几乎觉察不到光阴的流逝。他变得十分富有，早已拥有了自己的宅邸、仆从，还有城郊河畔的花园。人们攀附他，在需要借贷或忠告时求见他，可他的内心却越来越荒芜。他患上了富人的灵魂病，焦躁、涣散、无情、贪而不足、饱食无度，这些富人常见的面貌渐渐显现在他的脸上。他的灵魂被倦怠席卷，每月浑浊一些，每年沉重一些，就像一件新衣随时光变旧，失去了往日华美的色彩，出现了斑驳、褶皱、墨碎的一边，四处都是破损与抽丝。悉达多的新生活早已枯萎，他随荏苒的光阴失去了光泽，积聚了褶皱与斑点，失落和厌恶伺机待发。他曾在沙门时代终结的对世俗的蔑视，如今变成了对自己的厌恶。他曾试图扼杀的感官，如今却成了他生活的全部。他拜倒在钱财脚下，被情欲、贪欲和惰性俘虏了。时常，他从不堪的迷醉中苏醒，在卧室墙上的镜中窥见自己夜已衰老、不再俊美的脸，羞愧与厌恶就会瞬间袭上心头。他会再次逃遁，逃到新的赌局中，逃到性与酒的麻醉里，之后再回到脸前的冲动里。在这荒诞的轮回中，他疲惫不堪，衰老而虚弱。有一次，他与迦摩罗在后花园交谈，迦摩罗和他说起了佛陀乔达摩，说起自己日后也要追随佛陀，将花园献给他，皈依他的教义。他说这些话时，眼底带着难以掩饰的忧愁与倦烦。他挑逗着悉达多与他亲热，可这一次他狂热地紧紧拥抱他，流着泪亲他，咬他，仿佛要从虚幻短促的快感中榨取最后一滴甘露。悉达多从未如此明白，性和死是如此的相近。他躺在他身旁，看着他眼角唇边细密的皱纹，那由焦虑书写的属于秋日与晚景的痕迹。他看见他美丽的脸上已经写满了倦怠，开始枯萎，带着隐匿的未被言说的焦虑，惧怕衰老，惧怕凋敝之秋，惧怕必死的命运。他叹息着和他道别，灵魂充满了幽闭的哀愁。他仿佛在他的脸上看见了自己的未来。他也在衰老，也在走向枯萎，也终将迎来必死的命运。当晚，他在自己的宅邸里与舞女饮酒作乐，喝了许多酒。午夜时分，他踉跄着回到卧室，疲惫躁动，几近痛哭，几近绝望。他躺在床上，却无法入睡，内心满是无法承受的悲哀，满是对自己、对这生活的厌恶。就像一个酒食过度的人，需要经受呕吐的折磨才能获得快慰。他也希望自己能从这欲偶的狂澜里，从享乐中、恶习中、失控的生活中，从自身中彻底解脱出来。就在这个夜里，他做了一个梦。他梦见迦摩罗养在金笼里的那只罕见的知更鸟，这只每日清晨都会啼唱的歌鸟，
突然默不作声了。他走进鸟笼窥探，看见鸟已经死去，僵直地躺在笼中。他取出它，放在手中掂量，之后把它扔到了巷子里。就在这一刻，他感到异常惊恐，又十分心痛，仿佛他把一切宝贵美好的东西，连同这只死去的鸟一起扔掉了。他从梦中惊醒，被深深的悲哀包围。他感到自己的生活毫无价值，既无意义又充满了空虚。他过了这么多年，没有得到任何珍贵的、值得保留的东西。他孤单伫立，空洞的如同岸边遇难的破船。他阴郁地走进自己的花园，锁上园门，坐在芒果树下，心中充满了死意和恐惧。他坐在那里，体察着死意和恐惧如何在胸中幻灭、枯萎，如何走向终结。他回顾自己的一生，从有记忆的日子开始，问自己，何时我曾真正幸福、真正喜悦过？他想起少年时赢得婆罗门的夸赞，背诵圣诗，与智者辩论。那时他听见内心的声音说，路在前方，走这条路是你的使命。他想起青年时离开家乡，成为沙门，离开沙门去见佛陀，离开佛陀踏入世俗。他曾一次次听见内心的召唤，可如今已经多久没有听见那声音了？已经多久，他毫无精进，只是在原地打转，不断沉沦。他曾以为自己与众不同，可如今他和那些他曾蔑视的世人又有什么区别？他也在赚钱，挥霍钱财，贪慕虚荣，畏惧死亡。他也在轮回的漩涡里不断打转，无法挣脱。他终于明白，这场游戏已经终结了，他不会再玩下去了。当天深夜，悉达多离开了他的花园，离开了这座城邑，一去不返。迦摩施瓦弥派人四处寻找，以为他落入了盗匪之手。迦摩罗却没有找他，他早已有所料。他知道他本就是个沙门，一个无家可归的求道者。得知他失踪后，他走到窗前的金鸟笼前，打开笼门，将那只珍稀的知更鸟放飞到了空中。从这天起，他关闭了宅邸，不再见客。不久后，他发现自己怀了悉达多的孩子，而悉达多正一路向前，朝着那条他曾渡过的河走去。梦中死去的知更鸟是那个纯净的沙门悉达多，他已经死了。而极度的厌恶与绝望是堕落的终点，也是重生的起点。他要回到那条河边，去寻找那个最初的自己。悉达多远离了城邑，一步步走进林中，最终又回到了那条河边。这条河曾是他步入俗世的起点，如今也成了他逃离俗世的终点。他只清楚他不会再回去了，多年的生活已经一去不返。他尝够了这生活的滋味，到了恶心的地步。他浑身逆犯，浑身痛苦，浑身充满死意。世上再没什么能诱惑他、愉悦他、安抚他。他只盼着忘掉自己，得到安宁，甚至死去。只求闪电击毙他，虎狼吞噬他，只求一杯毒酒，让他遗忘、沉睡，永不醒来。他走到河边，抱住了伸向河面的椰子树干，俯视着脚下湍急的碧波。河水湍急，映出他灵魂骇人的空虚。他心中升腾起强烈的愿望，撒手坠入河中，彻底了结这一切。他紧闭双眼，松开了抱住树干的双臂，身体轻微旋转，
就要垂直坠入水中迎接死亡。就在这坠落的刹那，自他灵魂荒芜的一隅，自他往昔颓废的生活中传来了一个声音，那是一个字，一个音节，是他年少时在婆罗门的祭祀中，在禅定的冥想里念诵过千万遍的神圣的俺。就在俺字之音擦过耳畔的瞬间，他长眠的魂魄猛然复苏，他瞬间辨认出了自己的蠢行，在即将溺亡的时刻猛然清醒了过来。他跌落在椰子树下，疲惫地仰面朝天，口中不断念诵着俺。他睡着了，睡得无比深沉，无梦酣畅。他已经许久没有这样睡过了。当他醒来时，仿佛已经过了10年。他睁开双眼，看见头顶的大树与苍天，听见河水温柔的涌动。他不知身在何处，不知是谁引领他前来。他想了许久，往事蒙着面纱，默然立于无限的远方。他只记得自己放弃了过去的生活，在河边想要赴死，在俺字脱口而出的瞬间苏醒了过来。他轻吟着俺，心中充满了感激。这场睡眠于他而言，不过是一声深意又专注的俺，一次全然的抵达，一次彻底的觉醒。他仿佛真的死过一次，又从一具新的躯壳里获得了重生。就在这时，他看见对面坐着一位穿黄色僧衣的和尚，仿佛正在禅定。他打量着这个既无头发也无胡须的僧人，很快就认出了他，是自己青年时代的挚友，皈依了佛陀的乔文达。原来乔文达与僧团朝圣路过此处，见一个陌生男人睡在这舍与野兽时常出没的河边，便留下来守护他。可他并未认出眼前这个衣着华贵、面容苍老的男人，就是他年少时追随的悉达多。直到悉达多叫出了他的名字，乔文达才惊诧地瞪大了双眼。他又惊又喜，与悉达多重逢，也为他巨大的变化而震惊。他看着悉达多华美的衣裳，不解地问：你说你去求道，可你看上去不像求道之人。你穿着妇人的衣裳和鞋子，你头发飘香，这不像是求道者，也不是沙门。我并未说我是沙门，我说我去求道。正是，我去求道。悉达多平静地说。他告诉乔文达，自己曾是富人，如今财富已经离他而去，自己曾荒淫俗气，如今那些也已离他而去。世相无常，就像飞转的轮盘，婆罗门悉达多、沙门悉达多、富有的悉达多，都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幻想。乔文达疑惑地看着他，最终还是向他致意，继续赶路，去追随自己的僧团。悉达多微笑着目送他远去，他依旧爱乔文达的忠贞与审慎，也更加清楚自己的路终究要自己一个人走。他坐在河边，久久地凝视着河水。他想起自己的一生，少年时求道，青年时苦修，中年时沉沦，如今又回到了这条河边。他曾想溺亡在这条河里，可如今这条河却让他再次苏醒。他想，我的人生之路确实古怪曲折。少年时我只知神明和献祭，青年时我只知苦修、思考和禅定，渴求梵天，崇拜永恒的阿特曼。壮年时我追随忏悔者，生活在林中，漠视肉体。之后我又遇见了佛陀，却不得不告别他的法义。我跟迦摩罗学情爱，跟迦摩施瓦弥学做生意，赚钱又输钱，
学会养尊处优，满足肉体。我失去了精神家园，荒疏了思想，忘记了原依。可这一切都是必经之路。为了重新成为孩子，为了从头再来，他必须变蠢、习误、犯错，必须经历厌恶、失望、痛苦。为了重新找到内在的阿特曼，他必须先成为愚人。为了再活，他必须先犯罪。他曾以为必须扼杀自我才能抵达圆满，可如今他才明白，那个被他试图扼杀的我从来都不是敌人。他曾在沙门的苦修中试图杀死他，却只让他盘踞生长。他曾在世俗的沉沦中试图放纵他，却只让他陷入绝望。而如今在这条河边，他终于与自己的我和解了。他不再与命运搏斗，不再与意志作对。他的痛苦已然止息，他的脸上盛放喜悦。他认知了完满，赞同世间之和，赞同生活的奔流，满是同情，满是喜悦，顺流而行，融入统一。他决定要留在这条河边，他要去找那个曾渡他过河的船夫瓦苏迪瓦。他要向这条河学习，向这个船夫学习，去真正听见生命的声音。悉达多沿着河岸踱步，终于又看见了那间熟悉的茅屋，看见了那个撑船的船夫。瓦苏迪瓦依旧站在船边，脸上带着平和的笑容，和多年前一模一样。悉达多走上前去，问他是否愿意渡自己过河。瓦苏迪瓦认出了他，尽管他已经变了太多。20多年前，他曾渡这个年轻的沙门过河，也曾留他在茅舍过夜。如今这个沙门回来了，带着一身的故事，一身的沧桑。悉达多坐上了船，瓦苏迪瓦摇着橹逆流而行。靠岸后，悉达多对瓦苏迪瓦说，自己没有钱支付船费，愿意把身上的华服给他，只求他能收自己做帮手，做学徒，教自己撑船。瓦苏迪瓦笑着邀请他住进自己的茅舍。他告诉悉达多，自己的妻子早已过世，多年来一直独自生活。他欢迎悉达多留下来，和他一起吃住，一起撑船。当晚，悉达多向瓦苏迪瓦讲述了自己的一生，从婆罗门之子到沙门，到佛陀的遇见，到迦摩罗，到生意，到赌博，到绝望，到河边的觉醒。瓦苏迪瓦始终安静地倾听着，既不包养也不挑剔，只是全神贯注地听着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悉达多的声音。悉达多从未遇见过如此懂得倾听的人，他能感受到瓦苏迪瓦在倾听时没有期待，没有评判，没有不耐烦，只是全然地接纳着他所有的讲述，所有的痛苦，所有的喜悦。这是一种罕见的天赋，也是一种至高的智慧。讲完一切后，瓦苏迪瓦对他说，正如他所料，河水向他诉说了秘密。他让悉达多留在这里，因为河水会教会他更多东西。我跟河水学会倾听，你也该跟他学。河水无所不知，求教河水，你可学会一切。就这样，悉达多留在了河边，成了瓦苏迪瓦的同伴，也成了一名船夫。他每日跟着瓦苏迪瓦撑船、修船，在稻田里耕作，在林间捡柴。他永不停歇地向河水求教，首要的是学会抛弃激情和期盼，不论断、无成见地以寂静的心、侍奉和敞开的灵去倾听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他在河水里听见了越来越多的东西。他不再只听见奔涌的水声，
而是听见了生命的万籁。他听见了生者的喜悦，死者的安宁，听见了欲望的呐喊，求道者的叹息，听见了孩童的啼哭，老者的呻吟。这所有的声音都交织在一起，汇成了河水的交响。有一天，他问瓦苏迪瓦，你也跟河水悟出时间并不存在这一秘密吗？瓦苏迪瓦的脸上现出了明朗的微笑。他说，是的，悉达多，你的意思是河水无处不在，无论在源头、河口、瀑布、船埠，还是在湍流中、大海里、山涧中。对于河水来说，只有当下，既没有过去的影子，也没有未来的影子。是的，悉达多道，我领悟到这个道理后，认出我的生活也是一条河。这条河用幻象而非现实隔开少年悉达多、成年悉达多和老年悉达多。悉达多的前世并非过去，死亡和重归梵天亦并非未来。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一切都是本质和当下。他醉心地讲着，这一番领悟让他深感幸福。哦，难道不是时间令人痛苦？难道不是时间折磨人，令人恐惧？人一旦战胜时间，放逐时间，一切世上的苦难与仇恨不就被战胜，被放逐了？瓦苏迪瓦微笑着点头，轻抚他的肩膀，转身继续劳作。他没有多说什么，因为他知道悉达多已经懂了，河水已经教会了他。又一次雨季来临，河水暴涨，水势凶猛。悉达多问瓦苏迪瓦，河水是不是有许多声音？王的声音，族的声音，母牛的声音，夜莺的声音，孕育者的声音，叹息者的声音，成千上万的声音。瓦苏迪瓦点头道，正是，一切受造者的声音皆在其中。那你可知道，当万千声音同时响彻耳畔时，他所说的那个字？瓦苏迪瓦幸福地微笑着，俯身靠近悉达多，在他的耳畔说出了那个神圣的字安。这也正是悉达多在河水的交响里听见的那个字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悉达多和瓦苏迪瓦的笑容越来越像。他们天真无邪，白发婆娑，脸上绽放着同样的神采，幸福的光华在他们细密的皱纹间盛开。过往的船客时常以为他们是一对兄弟，他们时常在夜晚沉默地坐在河边的残株上，听着河水的奔涌，在倾听里心系一处。一些船客意识到了这条船和两位船夫的非凡，他们会向两位船夫述说自己的烦恼，坦白自己的过失，寻求告慰与建议。也有许多人听说河边住着两位智者圣人前来求教，可他们提出的问题从未得到过答案。他们只见到两位缄默、迟钝、有些特别的老人，于是便嘲笑那些轻信谣言的人。可惜达多和瓦苏迪瓦从不在意这些，他们只是倾听，只是劳作，只是与河水相伴。一年年过去，没人再谈起这两位船夫，他们就像这条河一样，静默地存在着，在时光里安然流淌。瓦苏迪瓦的智慧从来不是来自言语与教诲，而是来自与河水的相融。他的伟大在于不教之教，他本身就是河流的化身。他从未试图教诲悉达多什么，只是陪着他一起倾听河水，一起在生命的奔流里抵达了圆满。
那一年，一则消息再次传遍了印度的土地，世尊乔达摩病危，即将进入涅槃，肉身将灭。四方的僧众、朝圣者如同以群般涌向佛陀静待灭度的地方，去见这位觉悟者最后一面。迦摩罗也带着他11岁的儿子小悉达多踏上了朝圣的路。他早已皈依了佛陀，将自己的花园献给了僧团。如今他要去见世尊最后一面。可就在他们行至河畔，临近瓦苏迪瓦的渡口时，意外发生了。小悉达多时常喊累，哭着要回家，迦摩罗只好频繁停步。就在他在路边歇息时，一条小黑蛇从草丛里溜出，咬伤了他的脚踝。毒性迅速蔓延，他发出了痛楚的惨叫。母子俩拼命向渡口赶去，可临近河边时，迦摩罗已经瘫倒在地，无法动弹。他的呼救声传到了瓦苏迪瓦的耳中，他迅速赶来，将迦摩罗抱到船上，带回了茅舍。悉达多正在炉边生火，他抬起头，先看见了那个孩子的脸。那张脸让他瞬间记起了早已淡忘的往事，那是和自己年少时一模一样的脸。接着他看向躺在瓦苏迪瓦臂弯里的女人，尽管他已经晕厥，可悉达多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。迦摩罗，他瞬间明白，这个孩子是他的儿子。他的心在这一刻翻涌起前所未有的浪潮。他们清洗了迦摩罗的伤口，为他服了药。他渐渐清醒过来，看见了守在床边的悉达多。他含笑望着他，轻声说：亲爱的，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但你仍是当年那个赤裸身体，双足布满灰尘，来我花园的沙门。他的目光渐渐迷离，他想起自己被蛇咬伤，惶恐地呼叫着孩子。悉达多轻声安慰他：别担心，他在你身边。他望着悉达多的双眼，蛇毒让他吐字艰难，可他还是执着地问：你实现目标了吗？找到你的安宁了吗？悉达多没有说话，只是笑着将手抚在了他的手上。我懂。他道：我懂的，我也会找到我的安宁。你已经找到了。悉达多轻声道。迦摩罗看着他，眼中的生命之光渐渐熄灭。当最后的痛苦在他眼中萦回又破碎，当最后的战栗惊掠他的身躯，悉达多合上了他的眼睑。他呆坐着，凝视着他长眠的脸。他看见他衰老、疲惫、不再丰满的嘴唇，想起早年自己曾把他比作新鲜开裂的无花果。他凝视着他苍白的脸，倦怠的皱纹仿佛凝视着自己苍白倦怠的脸。他看见他们年轻时的容颜，鲜红的嘴唇，炙热的双眼。两种情境交织着，充满了他，成为了永恒。他比以往更深刻地体会到生命不灭，刹那即永恒。迦摩罗死了，死在了他的身边，死在了这条河边。而他的儿子小悉达多留在了他的身边。可这个孩子早已在富有的环境里被母亲宠坏了。他习惯了美食、软床、使唤仆从，习惯了骄纵任性的生活。母亲的死让他陷入了巨大的悲伤与恐惧。他整日坐在母亲的坟旁，不吃不喝，目光呆滞，心扉紧锁着，抗拒着眼前这个陌生的父亲，抗拒着这贫穷简陋的茅舍生活。悉达多疼惜他，由着他，尊重他的悲伤。他以为
善意的忍耐，温柔的爱，终能慢慢赢得孩子的心。可他没想到，这份爱却让他彻底迷失了自己。他曾是那个冷静、自持、超脱的沙门，可如今他却成了一个盲目的父亲。他苦练着在爱中迷失，因为爱而成为愚人。他对儿子的爱成了他生命里最深的羁绊，也成了一道最痛的伤口。他任由儿子命令他，轻视他，冒犯他。他从不责罚，从不强迫，只是一味的忍耐，一味的付出。可他的爱就像一张网，牢牢地困住了孩子，也困住了他自己。小悉达多越来越骄纵，越来越冷漠。他厌恶这茅舍，厌恶船夫的生活，厌恶这个总是对他笑的父亲。瓦苏迪瓦看在眼里，他一次次地提醒悉达多，告诉他，这只小鸟在另一个巢穴过惯了另一种生活，它不属于这里。他告诉悉达多，你不能用爱保护它免于轮回，免于犯错，免于受苦。人独自行过生命，蒙受玷污，承担罪过，痛饮苦酒，寻觅出路。难道有人曾被父亲或老师一路庇护？亲爱的，你相信有人能避开这道路？可悉达多做不到，他无法送走儿子，无法放手。这道爱的伤口在他心里日夜灼痛。他曾以为自己早已超脱，可如今才明白，他从未真正体验过这世间最强烈、最私己的爱。他必须亲自走过这一遭，必须亲自体验这爱里的痛苦与痴愚，才能真正与世人相连，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慈悲。终于有一天，小悉达多爆发了。他对着悉达多大发雷霆，辱骂他，说他不是自己的父亲，说自己宁愿做扒手、杀人犯、下地狱，也不愿像他一样做个虚伪的圣人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偷走了船和钱，渡过河，逃回了城里。悉达多疯了一样追了过去，他划着竹筏渡过河，一路向城里追去。他走到了城门口，走到了那座曾经属于迦摩罗的花园门口。透过敞开的门，他看见穿僧衣的僧人在树下走动，看见自己年轻时第一次在这里遇见迦摩罗的场景。过往的生活像一幅画卷在他眼前展开。他站在原地久久伫立。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进城的渴望是多么愚蠢。他无法帮助儿子，也不该牵绊他。儿子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有自己的苦要受，有自己的错要犯，就像他当年执意要离开父亲去做沙门，执意要离开佛陀去踏入世俗。他不能替儿子活，也不能替儿子走他的路。他转身回到了河边，可那道伤口依旧在灼痛。他依旧在思念着儿子，依旧在爱的痛苦里苦苦挣扎。这道伤口是他与全人类相连的唯一证明，也是他通往最终圆满的最后一道关卡。悉达多回到了茅舍，回到了河边，伤口依旧灼痛，他被对儿子的渴望折磨着，内心挣扎着，几近绝望。他一次次的想要渡河去城里看儿子，又一次次的被河水的笑声拦住。他终于向瓦苏迪瓦彻底敞开了自己的伤口。他讲述着自己的痛苦，自己的痴愚，自己对儿子盲目的爱。瓦苏迪瓦依旧安静地倾听着，带着温柔的笑意，听着他所有的倾诉。讲完之后，瓦苏迪瓦拉着他的手走到了河边。他对悉达多说，再听一听河水的声音吧，他在笑呢。
他们坐在河边，闭上双眼，静静地倾听。悉达多凝神细听，河水的声音里不再只有单一的奔涌。他听见了父亲的叹息，听见了儿子的哭喊，听见了迦摩罗的低语，听见了乔文达的追随，听见了佛陀的宣法，听见了所有他爱过恨过的人的声音。他听见了欲望的呐喊，痛苦的呻吟，喜悦的欢笑，死亡的安宁。他听见了罪人的忏悔，圣者的祈祷，孩童的啼哭，老者的叹息。这所有的声音，痛苦与欢乐，善良与邪恶，欢笑与哭泣，都交织在一起，缠绕在一起，合为一体。它们奔涌着，向前流淌，向着无数个目标，向着瀑布、湖泊、湍流、大海，抵达目标，又奔向新的目标。水蒸腾，升空，化作雨，从天而降，又变成泉水、小溪、河流，再次融汇，再次奔涌。而所有这些声音，最终都会成立一首伟大的交响。当他不再执着于分辨某一种声音，不再执念于某一种情绪，当他的灵魂彻底敞开，全然接纳着所有的声音时，这万千声音最终凝成了一个字，那个字就是安，圆满，完成，合一。就在这一刻，悉达多的伤口终于风化了，他的痛苦终于止息了。他不再分辨欢笑与哭泣之声，天真与雄浑之声，善与恶之声。他看见世间的每一瞬间皆为圆满，一切罪孽都承载宽赦，所有孩童身上都栖息老人，所有新生儿身上都栖息亡者，所有将死之人都孕育着永恒的生命。他不再与命运搏斗，不再与自我对抗，他的自我彻底融入了统一之中。他终于抵达了他求索了一生的圆满。他看向身边的瓦苏迪瓦，瓦苏迪瓦的脸上被灿烂的笑点亮，就像俺盘旋在河水的交响之上。他的笑容里充满了光明，充满了对世间万物的了然与慈悲。瓦苏迪瓦站起身，对悉达多说：我在等候这一时刻，亲爱的，现在它终于来临，让我走吧，我已等候良久，我已做了太久的船夫，现在已结束。祝福你，茅屋，河水，祝福你，悉达多。悉达多向他深深鞠躬，他早已知道瓦苏迪瓦要走了。你要去林中？他轻声问。我要去林中，去融入统一。瓦苏迪瓦说。他转身，步伐平和地走进了林中，浑身满是华彩，满是光明，就像佛陀步入涅槃，就像河流汇入大海。他最终与他一生信奉的河水，与整个宇宙彻底融为了一体。悉达多独自留在了河边，成了这条河唯一的船夫，也成了这条河本身。许多年过去了，悉达多已经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他依旧在河边撑船，依旧每日倾听河水的声音。关于河边住着一位圣贤船夫的传闻再次传遍了四方。这一年，乔文达已经很老了，他依旧是佛陀的弟子，依旧在朝圣的路上，依旧未曾停止探求。他听说了河边这位圣贤的传闻，便一路赶来，想要见一见这位船夫。他走到渡口，请求老人渡他过河。他没有认出眼前这个白发苍苍的船夫就是他年少时追随的悉达多。直到下船时，他问老人是否是一位求道者。悉达多笑着提起，多年前
他曾在河边守护过一个酣睡的人，乔文达才猛然惊醒，惊诧地叫道：你是悉达多？他又一次没有认出自己年少时的挚友，他由衷的高兴，又一次见到了悉达多。他留在了茅舍里，和悉达多彻夜长谈。他问悉达多，这么多年是否找到了自己的道，是否有自己的学说，自己的信仰。悉达多笑着告诉他，自己从未有过什么学说。他这一生有过许多老师，美艳的名妓，富有的商人，赌徒，乞丐，还有佛陀，还有船夫瓦苏迪瓦，还有这条河。可他学到最多的从来不是什么法义，而是如何去倾听，如何去爱，如何去接纳。他对乔文达说，智慧无法言传，智者试图传授智慧，总像痴人说梦。乔文达愣住了，他无法理解这句话。他一生都在追随佛陀的法义，都在学习圣贤的教诲，可悉达多却说智慧无法被传授。悉达多继续说，知识可以分享，可智慧只能被发现，被体验。它无法被言说，无法被传授，因为可以被思想和言说的一切都是片面的，是局部的。真的反面同样也是真实的。时间并不真实存在，轮回与涅槃，幻象与真相，苦与救赎，都不过是片面的言辞。世间的每一瞬间皆为圆满。悉达多平静地说，在罪人身上，现在和今天的他即是未来的佛，他的未来已然存在。你需将罪人，你自己和一切人尊为将成之佛，可能之佛，隐匿之佛。他弯腰拾起地上的一块石头，在手中掂量着。他对乔文达说，这块石头现在是石头，一段时间后它或许会成为土，生出植物，变成动物，变成人。过去他会认为这不过是块石头，毫无价值，属于幻想世界。可现在他知道，这块石头就是石头，它也是动物，是神，是佛。它就在当下，它本身就是圆满，就是梵天。我爱这块石头，乔文达。我爱树，爱河水，爱所有我们可见并可以求教之物。对于我来说，爱乃头等要务。审视世界，解释世界或藐视世界，或许是思想家的事。我唯一的事是爱这个世界，不藐视世界，不憎恶世界和自己，怀抱爱，惊叹和敬畏地注视一切存在之物和我自己。乔文达沉默地听着，他无法理解悉达多的学说，他觉得这些话古怪、疯狂，甚至背逆了世尊的法义。可他看着悉达多的脸，看着他的眼睛，看着他周身散发的那纯洁、安宁、光明、祥和与神圣的气息，他的内心充满了敬畏。自世尊佛陀涅槃之后，他再也没有在任何一个人身上见过这样的气息，见过这样的微笑。他要继续赶路了，可他的内心依旧充满了不安与探求。他对悉达多说，我们老了，恐怕再难相见。亲爱的，我认为你已寻得安宁，而我尚未收获。敬爱的人，为我再讲几句我能领悟的话。送我上路，悉达多，我的路时常艰难，时常昏暗。悉达多默默地以惯常的平静微笑望着他，他看着乔文达眼中的痛楚，那永恒的探求和永恒的失落。他轻声说，弯下腰，过来，弯下腰，再近些，
近些，吻我的额头。乔文达。乔文达十分惊讶，可爱与一种预感驱使着他遵照悉达多的话，弯腰凑近他，亲吻了他的额头。就在这一刻，奇迹发生了，他不再看见悉达多的脸，他看见许多旁人的脸，长长一对。他看见一条奔腾的面孔之河，成百上千张脸生成、寂灭，又同时存在、展现。这些脸持续地改变着、更新着，却又都是悉达多的脸。他看见鱼的脸，一条将死的鲤鱼，不断张开痛苦的嘴，鱼眼泛白。他看见新生婴儿的脸，抽搐着，红润，满是褶皱。他看见凶手的脸，看见他将匕首刺入另一人体内，又在同一秒内被捆绑着跪倒在地，被刽子手一刀砍下头颅。他看见赤裸的男女，以各种体位、爱恨交织着行云雨之事。他看见横陈的尸首，无声、冰冷、空乏。他看见动物的头，猪头、鳄鱼头、象头、牛头、鸟头。他看见诸神，克利须奈神、阿格尼神。他看见千万人和他们的脸，以万千方式交织在一起。他们互助、相爱、相恨，他们寂灭、重生，他们满是死意，满是对无常强烈而痛苦的信奉。可他们无一人死灭，只是变化、新生、重获新脸，并无时间位于这张脸和过去的脸之间。所有的形象和脸静止、流动、自我孕育、飘游，彼此融合。这一切之上，持久回旋着稀薄的、不实又实在之物，有如薄冰或玻璃，有如透明的皮肤或薄纱，有如一种水的形式与面具。这面具是悉达多的脸，是乔文达亲吻他额头的瞬间，他微笑的脸。乔文达看见，这微笑同时覆盖了千万新生与死亡。这微笑安详、纯洁、微妙，或慈悲，或嘲弄，充满了智慧，和乔达摩的微笑一致。就像他千百次以敬畏之心亲眼所见的佛陀乔达摩的那千百种微笑。乔文达的心仿佛被神箭射中，伤口却流着蜜。他陶醉着，释放着喜悦。他伫立片刻后，俯身望向刚刚亲吻过的悉达多的脸，望向那张呈现了所有形象、所有将成者、存在者和过往者的脸。这张脸并未改变，万千幻象从表面褪去后，他的微笑平静、轻柔，或慈悲，或嘲讽，正如佛陀的微笑。乔文达深深鞠躬，泪水在不知不觉中流满了他苍老的脸，如同火焰点燃了他心中最深的爱和最谦卑的敬意。他深深地鞠躬到地，向端坐的悉达多致意。悉达多的微笑让他忆起了一生中爱过的一切，忆起了一生中宝贵和神圣的一切。悉达多的一生始于对我的追寻，终于对我的消融。他曾是婆罗门之子，站在智慧的顶峰，却被神圣的教可驱使踏上求道之路。他曾是苦修的沙门，试图用苦行杀死自我，却只换来短暂的麻醉。他曾是富有的商人，在世俗的洪流里彻底沉沦，在欲望的漩涡里迷失自我。他曾是绝望的求道者，在河边想要了结生命，却在神圣的岸里再次苏醒。他曾是盲目的父亲，在爱的痛苦里体验了最极致的人性。他最终成了河边的船夫，在河水的涛声里听见了宇宙的交响，
抵达了一生所求的圆满。他走了无数的弯路，经历了无数的痛苦，犯了无数的错误。可正是这些弯路、痛苦与错误，才让他最终抵达了彼岸。悉达多终其一生才悟透，求道从来不是一场向着彼岸的狂奔，也从没有一条绝对正确的捷径。求道从来不是逃离，而是接纳；从来不是杀死自我，而是与自我和解；从来不是奔向彼岸，而是明白此岸即是彼岸，当下即是永恒。那条贯穿了他一生的河，从来都不是障碍，而是导师。他教诲他，时间并不存在，只有当下；教诲他，万千声音最终都归于同一个岸，万千生命最终都归于同一个圆满。而那贯穿了他一生的微笑，从佛陀的脸上到瓦苏迪瓦的脸上，最终绽放在他自己的脸上。这微笑超越了悲喜，超越了善恶，超越了你我，超越了生与死。它是觉悟者的标志，是一的容颜，是对世间万物全然的爱与接纳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行走在路上的悉达多，我们都曾在婆罗门的智慧里寻找过答案，都曾在沙门的苦修里试图逃离痛苦，都曾在世俗的洪流里迷失过自我，都曾在深夜里感受过绝望与孤独，都曾在爱里受过伤，犯过错，成为过愚人。可不必畏惧沉沦，因为沉沦本身即是道路；不必逃避伤口，因为伤口终将风化，开出觉悟之花；不必焦虑未来，因为未来并不存在，只有当下才是唯一的真实。终有一天，我们也会像悉达多一样，在自己的生命之河里听见所有的声音汇成同一个岸。那时我们也将拥有那从容、慈悲而永恒的微笑，也将明白我们所寻找的一切从来都不在远方，而在我们自己的心里。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圆满本身。到这里，悉达多沿着那条永恒奔流的时间之河，走完了他一生的求索。这首关于寻找与放下、自我与圆满的印度诗篇也终于落向了最后的句逗。我不知道听完他的故事，你是否也在某一个瞬间看见了自己的影子？或许你也曾在世代相传的道理里寻找过终极答案，在严苛的自律里试图逃避人生的痛苦，在世俗的洪流里迷失过本心，在爱与执念里摔过跟头，也曾在某个深夜被无尽的迷茫与孤独裹挟，觉得前路茫茫，找不到新的归处。但就像悉达多终其一生才悟透的真理，求道从来不是一场向着彼岸的狂奔，也从没有一条绝对正确的捷径。那些你走过的弯路，受过的伤，犯过的错，那些你以为熬不过去的至暗时刻，从来都不是生命的歧途。他们就像悉达多的沙门苦修、世俗沉沦、丧爱之痛，都是你生命之河的一部分，都在推着你一步一步走向真正的自己。我们今天用文字重述了他的一生，拆解了他每一次觉醒的瞬间，可在详尽的解读与复述，终究抵不过黑在笔下的一字一句。那些藏在河流涛声里的哲思，那些融在每一次告别与相遇里的成长，那些关于时间、关于爱、关于自我的终极答案，从来都不在别人的教诲里，也不在我们的解读里，只在原著的字里行间，等着你亲自去聆听，去触碰，去用自己的生命体验。愿我们都能像悉达多一样，在自己的生命之河里学会倾听，学会接纳，学会爱。不必焦虑未来，
不必遗憾过往，终有一天，我们会听见属于自己的那声喊，在每一个当下，活成圆满本身。